近日，广州市突然提出了房票制度，成为首个推行此政策的中国一线城市，引发业内和公众广泛关注。所谓房票，是指拆迁户领取的一种特殊凭证，只能用来购买官方指定楼盘的新建商品房。看似创新，但细究之下，这张小小的房票象征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步入冰河时代，同时也令人担心计划经济的阴魂重新笼罩，国人的基本福祉再次受到侵害。在广州房票上明确标注了使用期限，也就是在1年内，持票人必须完成购房。这就意味着你的家被强制拆除后，政府不会给你足额的货币补偿，也不会分配公房，而是发一张集齐票据，限你在1年内把这笔补偿款消费在某几个官方指定的楼盘。这些楼盘大多与政府和国企关系密切，许久卖不出去的库存房。当局的初衷无非是拯救陷入低迷的房企，可实际效果存疑，也为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和购房偏好，已同这些低质量房源脱节。其实，在广州之前，郑州等多地就已经实行了房票制度，只是作为国内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广州也出此下策，不是表明中国房地产业已步入去库存的深渊。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定居，导致房价屡屡飙升，形成了严重的泡沫。泡沫破裂后，库存积压、销量下滑的局面不断恶化。面对疲软的市场，开发商也不愿意主动降价促销，造成需求和供给的严重错配。此时政府推出房票，强迫消费者支撑起这场危机，可谓是无计可施之下的抓壮丁之举。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在这张小小的房票背后，隐现出中国经济重返计划时代的魔鬼脸孔。房票就意味着你的基本消费自由被剥夺，购房的权利也同样被剥夺。政府直接安排你的财产必须用于购买某处房产，你别无选择。票面金额只够支付政府指定楼盘的房款，超出部分只能自掏腰包，质量与位置就只能任人宰割。这种背离市场规律、强制消费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在重温计划经济年代的定量配给。作为中国第一个推出房票的一线城市，广州堪称开启了房地产市场新的计划经济时代。看似合理的房票政策，背后却隐藏着中国楼市难以根治的深层矛盾。当局这一招看似妙计，恐怕难以为继。资深业内人士指出，房票的本质就是让拆迁户的补偿只能流入房地产系统，而不能外流。在价格持续走低的背景下，开发商急需政府扶持来去化积压的商品房库存，而政府也希望通过房票来刺激购房热情，稳定房价，维护地方财政收入。然而，这只是治标不治本，根本无法解决需求萎缩的症结所在。但是，这种做法存在明显问题。业内人士指出，广州房票指定的楼盘基本都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地段偏，周边配套不完善，本来就销售困难；二是开发商和政府关系密切，受政策支持；三是开发商资金链一段，急需销售回笼资金。可见，这些楼盘与拆迁户的实际需求严重脱节。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户籍政策收紧，外来人口增长乏力，大城市住房需求犹如泡沫破裂，空置率居高不下，开发商集体亏损，纷纷陷入资金链断裂危机。房票政策很难扭转这一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出房票，试图在楼市最困难时刻发挥救市作用。这无异于在雪崩来临时，强行用小铲子进行救援。当数百家开发商接连倒闭时，根本原因并不能通过发放更多预售房票来解决。更令人忧虑的是，中国许多城市仍在持续拆迁、批土地、开发新房，这无异于雪上加霜。根据统计
2023年1至11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831345万平方米，同比仅下降7.2%，并未因需求下滑而大幅收缩。数量庞大的新增房源将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区区房票对市场毫无作用。东北某省会城市去年推出房票后，销售并未增加，反而今年一季度销售额再创新低。业内人士指出，没有需求，光刺激供给是无效的，房票难以根治供大于求的本质问题。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中国恐将重蹈覆辙，大力推行房票等象征性政策，试图依靠行政力量来改变市场经济的运行轨迹。但这难以奏效，只会让问题更加恶化。指望政策效果的开发商，最终还是会在房地产泡沫破裂时付出惨重代价。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万科，其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曾公开表示，中国房地产泡沫随时会破裂。他警告称，中国的杠杆率已经达到了很危险的地步，开发商通过举债来支撑巨大的开发规模，这种模式不可持续，一旦出现断裂引爆风险，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在近2年的低迷市场中，已经有超过30家房企宣告倒闭或者暴雷。这其中既包括一些区域性的小型企业，也包括曾经十分红火的恒大、融创中国、碧桂园等大企业。开发商的倒闭潮、暴雷潮已经成为市场普遍担忧的黑天鹅。业内人士指出，房地产开发商高度依赖预售资金来支持运营，一旦销售受阻，资金链便出现断裂风险。所以，开发商就像吊在钢丝上的马戏演员，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深渊。在市场低迷的今天，开发商脆弱性前所未有。面对开发商集体亏损的局面，地方政府推出房票等救市措施已然无济于事。因为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的房地产供给严重过剩，新增房源还在源源不断加入，使情况雪上加霜。房票对此毫无作用。事实上，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早已形成，除了深层次的供求矛盾，还有资金层面的风险隐患。根据统计，中国房地产领域的各类债务总额高达人民币50万亿元，相当于全国 GDP 的52%。巨额债务负担让开发商手段极为有限。一位业内评论人士指出，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只是时间问题。当泡沫破裂时，它将引发的连锁反应绝不会只局限于房地产业本身。由于它已然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它的崩塌势必会波及金融系统，进而演变为系统性金融危机。到那时，房票支流的小手段就更加无能为力了。中国会重回计划经济吗？当前中国的经济走势与苏联解体前惊人相似，经济增速放缓，基建和房地产泡沫随时破裂，失业人数激增，民众生活越来越困难。在这种背景下，政府为了维持既得利益集团的稳定，不得不让步于越来越高的财政赤字，货币发行预期会进一步失控。当政府不得不面对超高福利的减配以及内爆的预期时，肯定会选择牺牲人民利益来拯救既得利益集团。这时候，计划经济的各种配给制度就会卷土重来。房票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就会有粮票、肉票、布票陆续出现。最终，人民被剥夺的不仅是基本消费与迁徙的自由，还有健康与生命的安全。到那时，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证，任何事物都要靠政府指令分配，国人的基本福祉难保不至沦落到朝鲜境地。如今中国经济步履蹒跚，百业凋敝，处处充斥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推出的房票制度，只会雪上加霜，加剧市场错配，阻碍价格发现。它暴露出掌权者在控制经济上愈发手足无措，不得不采取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行政手段。
这无异于以计划经济思维治理市场经济体系，医治方法与病因本身如出一辙。如果将来粮票、布票纷至沓来，作为国人，请心怀警惕，为自己和家人多做准备。毕竟，我们无法预测掌权者脑海里成型的是怎样一个新计划经济的恐怖安排图。